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是来更新一下2489的玩家名单，有哪一些玩家已经移民进来他们的王国了，有哪一些玩家已经移民离开了。所以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有7000万战力的玩家总共有多少个。为什么 Mr. Hope 进来这个王国了？他不是还在3308那边战斗吗？为什么会出现他的名字？除了他之外，还有哪一些玩家移民进来了呢？为什么这个人也会在这里？难道2489要被灭国了吗？这个是一个危险的玩家，发生什么事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不相信，我一定要去找他的账号出来。怎么可能让他进入2489？如果就算 Avix 愿意，一把也不愿意啊！这种来捣乱的玩家，我要把他账号找出来，他位置在哪里？难道他们还让 Glock 去到第3区？这样子账号那些不是全部都很危险吗？到底是谁开这个门给他进来的？我们要开始 KVK 的时候才玩这种东西。他们真的给他进入第3区了，而且他旁边就是这种大佬账号。难道他们想要用大佬来镇压 Glock 吗？不要让 Glock 发作去打其他人的账号吗？那么海登到底有没有能力去镇压 Glock 呢？就连 Glock 他自己同乡的好友 Enormous 都没有办法压制他。2489有这个能力吗？为什么偏偏要等到 KVK 差不多要开始的时候才把他给招募进来？还是说他之前买了谁的账号原本就是在2489的吗？这下子真的是吃瓜吃到自己身上来了。我平时一直在讲他的事情，现在他移民进来这个王国了，会不会他第一个清零的就是打我呢？好吧，其实这个是开玩笑来的，就是愚人节的内容。其实这个账号呢，并不是 Glock 真的账号啦。如果你们有去搜索2489的玩家名单的话，其实这个账号呢，就是 Legion 的账号来的，你们可以自己去搜索 ID。然后刚刚那个 Mr. Hope 的账号呢，其实是 Rainy Leo 的账号来的。他们应该是在那边玩还是怎样啊？反正愚人节嘛，那老外很喜欢玩这种愚人节的开玩笑。那除了这2个账号之外，暂时我没有看到其他的玩家改了名字啦，基本上都算是比较正常。这个就反过来，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弄到的，也是有一点特别。那说实话，其实他们玩的挺认真的，为什么呢？原本我是不想要拍这个影片的，我是看到他们就连 DC 这边也是去改了名字。这个是来自2489的 DC 频道啦，那你们可以看到 Legion 他是已经把他的 DC 换成 Glock 了，但是他做东西做一半不做一半，可以看到他的头像呢，其实还是原本的头像。因为我现在其实是在玩这荒野大镖客。现在是凌晨4点，我就突然看到上面弹出一个信息说Glock 欢迎进来我们的王国还是什么，然后我就过来看一下 DC 这边他们讲什么东西，过后才发现到原来这个是 Legion 的账号啦，因为他头像我认得，1960时期开始就已经在用这个账号了，所以他想要骗人是骗不到的。然后一把呢，他应该也没有这么笨啊，他应该有去搜索这个 ID， 为什么这个 Glock 会突然出现在王国里面，所以就跑去打了他们的名字哦，就是控制账号的玩家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啊。然后 Glock 的回复呢也是很隐晦，就说哎呀，祝各位的 KVK 幸运祝你们好运这样子的意思。当然是因为愚人节的关系啊，所以大家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这时也可以看到 Grey Worm 也是跟一把要求说要一个关于 Glock 进来2489买了账号的一个假消息啊，然后可以看到一把这边这个是 KVK 报名的名单，那勾选的玩家就是说他这一次要参加 KVK， 那你们可以看到 Glock 的名字是已经被取消勾选了。就讲如果这个真的是 Glock 的话，他就要把那个名单给移除掉，因为这个人确实是挺危险的。等下我们打 KVK 打到一半，他突然把我们的账号给清零掉怎么办呢？就很像之前在1875这样子，有不少的玩家都被他给清零了，就是一个危险人物。当然这个是开玩笑而已啦，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Glock 真的买了他的账号啦，但是根据他们这边的发言来说的话，应该并不是买了账号啦，他只是纯粹改名字而已。但是这边就有人讲了，我想
想要讲的东西就是 Delta， 因为在我这边的时区呢，其实愚人节已经过了，现在已经是4月2号了，所以有可能过了这个时间的玩家在不同时区，尤其是亚洲玩家会觉得说啊，这个有可能是真的。不过大家多数都是在欧美时区啊，所以他们都当做这个是开玩笑。然后 Grey Worm 也是在要求说还要做内容，然后讲那个影片啊有未经箱子给他们这样子，他就是要求大家快点把你们的护盾开起来。那因为我手头上没有开那个2489的账号，但是有人截图出来了 ，Glock 真的是去买金箱子，这个真的玩得很厉害。那愚人节，那全部人都在那边笑了。他真的是买金箱子啦，太棒了！然后他还真的把这个影片给做出来了。不过这个影片我应该会比他迟一点发布了，因为我这边要等到亚洲早上时间的时候再发布。这也算是一个轻松搞笑的影片吧，毕竟我们迟点就要打 KVK， 可能到时候就没有得好开玩笑啊。毕竟我们面对的敌人又是1093，到时候可能压力就会很大。不管怎样呢，今天就是一个愚人节的笑话啦。如果你是亚洲玩家的话，不要感到错愕，因为他们老外还在愚人节期间。而且除了 Glock 这边开玩笑之外呢，其实官方也是有在开玩笑啦。他们是以发布更新公告的贴文形式来发布这个贴文的。他这边更新的版本 4.1.62 版本，那其实没有这么高的版本啦。他这个 4.1 很明显就是讲愚人节啦，然后他的题目就是讲野蛮人统治了一切即将来临。然后他这边就说我们会拿到沉思可以转换成野蛮人承载。其实我的观众真的有要求过这个东西，因为前阵子才讲皮肤幻化，就是没有限制说一定要同样的兵种，又或者是同样等级才可以幻化那个皮肤嘛。他就要求我说，能不能叫官方推出一个野蛮人承载的皮肤，让我们的城市可以换过去。我是觉得还蛮有创意的，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换成野蛮人承载的皮肤幻化的时候，可能我们打野蛮人承载会比较麻烦一点会认错，可能以为这个是什么25等级的野蛮人承载。第二个就是讲集结你的队友去拿到奖励，叫我们互相残杀的意思啦。另外一个是讲追踪地图上的隐藏 boss 可以拿到惊喜奖励。然后这边 and more 的时候，我相信应该有蛮多玩家会去点点看会不会有更多东西看。但其实我没有上当因为我用的是中文版本的脸书，所以如果有更加多东西的话，这边应该是写中文写更多才对，而不是写英文。所以我没有中骗。那些如果是用英文版本的玩家，可能就会一直去点，为什么点不开都没有看到更加多东西。就比方说像这个贴文就好了，你们可以明显看到这边 and more 跟这里查看更多的差别。如果可以看的话，就可以点开像这样子。只是很可惜，官方没有像去年这样子特意去拍一个影片骗我们说有什么新的更新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新的更新其实还做得蛮好的，虽然是骗人但是他们还是很用心去做。有一些图片虽然看起来像 AI 啦，但是我说实话，你看到这种守护者可以变成这样子，金色的统帅又或者是龙骑士可以变成这样子，难道你不心动吗？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感觉都是被骗了吧。我很多观众其实都没有看外国讨论区因为在外国讨论区其实已经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了。我们下个影片再见。